经告诉我是在这里的，怎么没人？难道？喂，三金，你在干嘛？哎，你这样子啊，三金！我不知道海水有这么冷，只要再撑多几分钟，就什么都过去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你疯了是不是？你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你跟我上去！死了，什么都不用去想，什么都不用去烦，死是最好的解脱。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遇到困难就想用死来逃避现实，你不觉得这样子很自私吗？你没有为你的家人想一想啊！我是个没用的人，我死了，谁都不会可怜我，都不会为我伤心难过的。你这什么鬼话啦？难道你死了，你家人会很开心吗？你给我起来，我送你回家。我不回。不回？难道你要继续在外面游荡吗？你看你，好好的一个人，变什么样子了？我没脸回家，你不要管我了。不要我管，干嘛打电话给我？你听我说，我只是你的朋友，能为你做的事不多。可是家人就不同了，当你遇到困境，会在你身边支持你，会对你不离不弃，会一起陪你度过这难关的，就只有家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家人一定非常担心你，四处在找你。外面风大雨大，只有家才是最温暖的。有什么事，回去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哦。总比坐在这里泡海水好吧？我搞成这个样子，他们还会找我，还会担心我，还会对我不离不弃吗？会的，会的。你想一想，你不回家，你的阿嬷、妈妈、菲菲，他们一定非常担心你。来，把水给我。老公，菲菲，阿伯尔哥都去上学了，你还关心他们呢？你算什么男人嘛？一不高兴就几天不回来，这个家你不要，孩子们你不管啦。外面那女人不是把你给迷得什么都忘了吗？还回来干什么？根本就没什么女人，为什么你一定要这么说？你还想狡辩？我亲眼看到了，你还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无话可说了，对吗？这3集我总算看清楚你了。你有钱的时候就拿去贴那个狐狸精，现在好了，快要破产了，没地方去了，被家长踢出来，所以想要回家。你把这家当什么了？是酒店还是收容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我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还不是因为你？因为我，是因为我老了，我丑了，你每天对着我，你感到厌烦，所以才会在外面找别的女人，对不对？自己在外面搞女人，还把错全部怪在我头上。好啊，既然你那么嫌弃我，我成全你，去和那个狐狸精在一起吧。你还回家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别人不要的东西，我陈菲菲也不会稀罕的。你有本事的话，你永远不要回来。这个家没有你，我跟孩子们照样会过得很好的。既然这家你不要，孩子们你也不管，我们干脆离婚算了。离婚后，
这房子和孩子都归我。你要走的话就走吧，没有人会留你的。先生，想吃什么？一包鸡饭。啊，好。对不起，可以刷卡吗？刷卡？神经病啊！刷卡！没有，Daddy 没本事，对不起，对不起，妈。三吉，你在哪里啊？你快告诉我你在哪里啊！三吉，你说话，你不要吓我好不好？妈，对不起，我没有。三吉，你别这么说，有什么事回家好好说好不好？菲菲很担心你啊，这几天呢，她吃不下又睡不着的，整个人都瘦了下去。听妈的话，回家好不好？回家？我已经没有家了，他们有没有我，都一样可以生活得很好。我现在只是一个多余的废物，一个不受欢迎的废物。你别胡思乱想了，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是个好儿子。你不想回家是吗？就过来我这啊，这里也是你的家。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好，什么都没做到，我真的很失败。像我这种没用的人，我不知道我活着还有什么价值。三吉，你别想不开啊！你别吓我，你到底在哪里？你快说啊！我努力了很久了，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我很不甘心，妈。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你还这么年轻，可以从头再来的哦。从小到大，我让你操心够多了，以后不会了，永远都不会了。你和阿妈要好好的照顾身体，我走了。三吉是不是回来过？你们怎么来了？我问你啊，三吉是不是回来过啊？啊，那人呢？走了。你怎么让他走？为什么不留住他？他都不要这个家了，我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你们又吵架了？你到底对他说了些什么？我叫他回到那个狐狸精身边，我跟他说这个家有没有他，我跟孩子们照样过得很好的。我还说啊，我要离婚。哎呀，那就怪不得了。三季肯回家来，就是想跟你和解，你偏偏说这种话来刺激他。阿妈，你干嘛这么紧张啊？他不是又回到那个狐狸精身边了吗？我已经当他是死人一个了。喂，三吉死了，你是不是很开心啊？妈，
你知道不知道？三吉刚才打电话给你妈，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我们怕她想不开，所以赶来看看呢。他说他没有家，他什么都做不好，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废物，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还叫我跟你阿妈好好照顾身体，他要寻死啊！你知不知道？不会的啦，三姐人这么胆小，哪里会有勇气要寻死呢？而且啊，我们每次吵架，我都会说我要离婚。他知道我只是说说而已，他知道的。知道有个屁用啊！他搞到医生站，连家也不敢回。那几天在外面，他不知道怎么熬过去了。好不容易他肯回家了，你一不劝他、安慰他，还要跟他闹离婚，你分明逼他去死嘛！我只是在说气话啊，妈，三吉他只是在说气话而已，对不对？你现在才担心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看你怎么办啊！你不要笑我啦！三吉他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他这么爱我，这么爱孩子。怎么样？没人听啊！继续再打啊！哦，老天保佑，保佑三吉不会有事，保佑保佑！妈，还是没人听耶！妈，我不是故意咒三吉死的，我没有要他死啊，我没有。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报警吧！电话，喂，我是啊，是谁呀？是不是三吉啊？他说什么？为什么不叫他回来？怎么了？妈，警方说有人跳楼，还要我去认尸啊！三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离婚，也没有让你去死，我是眼睁睁的让他说话了。三吉，你怎么可以丢下我跟孩子不管？不要哭了，你现在哭也没有用啊，可能死了不是三吉呢。去看看他，去看看再说吧。像是短命的孩子，不会是三吉，不是。走吧，我不要，起来啊！菲菲，菲菲，起来啊！起来！那现在怎么办呢？算了，还是我进去吧。三吉啊！不要哭了，三吉没事的，不会是三吉。是不是三吉呀？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想不开，非要去死不可呢？三吉，翠，你们哭什么？死的人不是三吉呀，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这么年轻就想不开，不是三吉啊！妈，三吉还没有死啊！你高兴什么？现在三吉是死是活都不知道，我都担心死了。不会的，三吉命大福大，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以走，放开我！天无绝人之路，只要你活着，就一定有办法的。你跟我回去。要管我！活着只会连累人，我死了对大家
如果你现在死了，你的身体会被海水泡得全身浮肿、七孔流血，有多难看啊！你不怕你孩子看了会被你吓死吗？如果不想被鲨鱼吃得死无全尸，如果不想让你的家人伤心难过的话，你就马上给我下来！好，我下来，我下来。喂！老公，你醒了，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错了，对不起，你不要不理我好不好？我知道是我不好，是我不应该把你赶走。我说要跟你离婚是假的，我只是在说气话。夫妻吵架说的话，你怎么可以当真呢？你知道我是最紧张你、最在乎你的。打死我，我也不会跟你离婚的。我发誓，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乱发脾气。只要你不做傻事，你说什么我都会听你的。老公，这个家不能够没有你的，没有你，你要我跟孩子怎么活下去？你舍得丢下我，丢下孩子啊？你舍得看到阿伯和阿哥没有爸爸吗？你怎么可以这样没有良心啊？我死了，你们可以拿到我的人寿保险金、公积金，房子也不用供了，一切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那不是很好吗？你在说什么？没有你，我们要这些钱来干什么？我跟孩子还活得下去吗？我们倒不如一家人一起死了算了。你说过，没有我，你和孩子还是可以过得很好。我只是气昏了，才胡说八道的嘛。你知道，我是很需要你的，我跟孩子也很需要你。没有你，你要我们怎么活下去？老公，你不能不要我们的。菲菲，三吉醒了吗？醒了。醒了就好，以后千万别说一些刺激他的话了，知道吗？妈，我们进去看看他。唐明，谢谢你了。嗯。站住！有事吗，郑太太？你还知道我叫郑太太？久仰大名，每次听三吉提起你，今天一见，果然是什么？貌美如花。你不用说风凉话了，我不会像阿妈跟妈一样的，随随便便给你骗，把你当成是好人，对你全无防备。防备什么？我又没有害人，又没有做坏事。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算不算是做坏事？你一定是误会了，我跟三吉是好朋友，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到三吉有什么事情，只会找你这个好朋友倾诉。好朋友到他去跳海自杀，只有你这个好朋友知道。你去告诉别人，你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鬼才会相信啊！我今天总算见识到什么是无理取闹、不可理喻。三吉人这种老婆，真是他的不幸。他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全都是你造成的。你把自己的老公逼到走投无路，差点要去跳海，还不知道去反省反省。我跟你讲啊，你真的是应该去。你给我闭嘴啊！你破坏了我的家庭幸福，还敢理直气壮地教训我？你敢发誓，你从来没有喜欢过三吉，你从来没有对他动心过？不错，我是喜欢三吉，那你怎样？你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却不懂得珍惜他、爱他，只知道买名牌、买汽车、买房子，完全没有考虑他的能力做不做得到。你这种贪得无厌的女人，有什么资格当三吉的老婆？你这个死不要脸的！想打我，我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你这种自私的女人，只会要求你的老公为你做这做那个，自己却从来没为他着想过。你知不知道，三吉为了要做一个好丈夫，自己过得多么不开心？
他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开心的笑。我好不容易的把他从鬼门关救回来，我不会再让他受你的折磨了。我要帮他脱离你的魔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不会放弃三吉，我要跟三吉在一起。你听懂了吗？我为什么会说那些话？难道我真的喜欢上三吉吗？哎呀，不可能的啦！我只是为了替他出一口气这么说的。对，不要想太多。你真的要回去吗？是。你一到新加坡机场，他们就会把你抓去坐牢，8年、10年，或者一辈子都不会放你出来。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们已经吃了这么多的苦，也许很快就会有转机的。为什么你不坚持下去呢？你知道吗？我做决定之后呢，心里变得很平静，很轻松，也坦然多了。我只是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早点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至少，你不用吃那么多的苦。我不怕吃苦的，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可是为什么你一定要一个人回去呢？为什么要抛下我一个人回去呢？因为回去之后，我可以见到妈、孩子，一家团圆，那就够了，就够了。好，我陪你一起回去。你要坐牢的话，我就陪你一起坐。艾伦，绝对不行的，一个人坐牢已经够了，我不可以拖你下水的。我不在乎啊。是我自己愿意的，但是我在乎，我不愿意啊！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回去受刑罚的，我亏欠你太多了。你听我说，我离开之后呢，我要你开始新的生活，重新做人。我会确定会面对控告的，不过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提到有关你的任何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就应该由我一个人去承担，不关你的事的。你好好保重。志国，怎么那么迟还没到的？一环，对不起啊，让你久等。没关系，走吧。哦，我来。我们走了。
找律师想办法保释你。我们走吧。像治国这种案子，需要多少的保释金？大概几10万吧，未必能够保释。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治国终于回来了，我就知道他不会那么没有良心，丢下我们不管的。一欢呐，他在外面这些日子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啊，是不是瘦了？你们搞错，他吃苦，他拿了一大笔钱到国外去风流快活了。吃苦的人可是易欢，你最好搞清楚。一欢啊，怎么说你们是夫妻啊？你一定要想办法保释他出来啊！baby还没见到爸爸呀。哼，这种混蛋爸爸没有好过有啊。哎，不过回来也好啊，易欢，赶快找乐天帮你办离婚手续。以后啊，你就跟这个人划清界限，他坐他的牢，你过你的新生活。这种人啊，最好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妈，怎么？你还对他不死心啊？现在不是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答应过治国，一定会找律师帮他保释出来的。对个屁呀！他坐牢是他活该。易欢啊，他把你害得这么惨，你干嘛还要帮他啊？话不能这说呀，治国能听一欢的话回来自首，就表示他已经自己认错了。夫妻一场，能帮的总是要帮的。还是亲家安把明理，帮，怎么帮啊？保释他要用很多钱呢，我们的钱全部都帮他还债了，哪来的钱啊？哎，找那个黄律师帮忙啊，他不是很热心助人的吗？应该不会收钱吧？哇，你这个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平时见到乐天的时候，恨不得把他吃掉，现在需要到人家帮忙，就敢厚着脸皮去找人家，真的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厚颜无耻。放心吧，妈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治国保释出来的。怎么了？主角一上场，我们这个配角就没戏演，跑来我这里喝闷酒了。你不欢迎我的话，我可以走的。可别说我这个做 brother 的没有帮你了。所谓情场如战场，可别仗还没打就开始认输啊！这样的话，我看不起你。谁说我认输的？不到最后1分钟啊，还不知道路是谁走。这样才对嘛！有我这个军师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军师啊，你不知道什么狗屁军师啊！你那些剑招没有一招管用的。哎，怎么不管用啊？说。不是吗？你叫我牢牢抓住他，对不对？他还不是溜走了？那是你自己没用，你抓得不够紧。那要怎么样？拿绳子绑住他。Good idea, good idea。有个 problem 是不是啊？我要的是他的心啊，他的心啊，懂不懂？他明明知道我不会拒绝的嘛，他就是不肯开口。我在机场等他开口，他一句话都不说。如果他真的开了口，你真的免费帮她老公打官司啊？我会的。帮自己的情敌打官司，你还真的是伟大哎！我是律师啊，我只尽我责任做好的工作，没有什么伟大不伟大的。那你不怕赢了官司，输走了情人啊？如果真的最后选择回到老公身边，我会尊重他决定的。丽华，怎么样了？你去保释治国了没有？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你摇头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去找律师保释治国吗？找到没有？除了律师，还需要担保人。我找了好多人，包括治国以前的老板、同事、同学，还有好朋友，就是没有人愿意出来做担保人。啊？
治国当年风光的时候，多少人呢主动的围上来，想占一点好处。现在有事情需要他们帮忙，没有一个愿意出来雪中送炭。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无情无义呀？说人家无情无义，好像自己儿子很好似的。我儿子本来就很好，好到诈骗银行，好到盗用公款，好到欠股票行一屁股债，好到抛弃记者。他又不是杀人放火，他只是一时糊涂做错了一次，难道就不能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哦，他就做错那么一次，就害了多少人呐？当初一走了之，现在干嘛要回来啊？还嫌连累一欢不够啊？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我已经够烦了。一欢呐，不管怎么样，你都要保释治国出来呀！保释！你那个混蛋儿子要用多少钱？你有钱啊？那个黄律师人面这么广，他一定有办法的。我不是叫你去找黄律师帮忙的，你是不是没有去找他？你真的没有去找他？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你是不是想让治国一辈子出不来呀？喂，够了，你给我闭嘴啊！你儿子自作自受，就算关一辈子也是活该的。你干嘛对一欢大小声啊？一欢，不要再理那个混蛋了，好心没好报。你整天劳累奔波，帮他那个混蛋儿子想办法，他一句谢谢也不会，还要在这里大小声。哼，走，陪我散散心，不要在这里受他的气。一欢，你就陪你吧，我还有很多事要忙。你忙来忙去，还不是为了混蛋儿子？我看啊，那个家伙一天不出来，你的心就一天不能安宁。我呢，整天对着这个老太婆，我迟早被她逼疯了。一欢呐，对不起啊，我不是有心要怪你的，我真的是心急想见治国呀。谢谢。怎么是你啊？让我来自我介绍，我是黄乐天，你的代表律师。我的代表律师？是一欢叫你来的吧？不是。身为你的代表律师呢，我会在法庭上为你辩护，为你争取最低的刑期。不过呢，你必须要跟我合作，不能够隐瞒任何东西，这样子我才能够帮得到你。根据资料，你在1998年在流星饮食集团担任财务经理，工作表现相当的好。到了2006年，你升上了助理总裁，上司一直都很欣赏你。可是因为你赌博、欺诈银行、盗用公款，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染上赌博的恶习的。有一次公司在游轮上办活动，大家说小赌怡情，就拉我去玩。就这样子，我学会了赌博，而且很快的，我越赌越大。除了云顶、澳门、澳洲、韩国、拉斯维加斯，凡是有赌场的地方，我都到过。而且在2003年，我逢赌必赢，我从赌桌上赢到我生平的第一个100万。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呢？而且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你的。说得对。2004年，我逢赌必输，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在短短2个月之内，我把赢来的100万全部都输了出去。可是你没有因为这样子收手。对一个已经染上毒瘾、无法自拔的赌徒，你越输你就越想翻本，你越想翻本，就输得越凶。结果就这样子，我欠下了100万的赌债。我走投无路，你就开始对公司的财务动了歪脑筋。好，你告诉我，你是怎么欺诈银行的？我用公司对我的信任，职务上的方便，我用董事签名，用公司的名义向几家银行借贷，结果骗了几家银行200多万。你还挺有本事。本事？我没想到这么容易。所以我胆子越变越大，
骗的钱越来越多，赌得更凶，输得更厉害，也陷得越深。结果非但没有翻本，还把骗了200多万全部输了回去。事情被揭发以后，你就一走了之，让易欢一个人收拾整个烂摊子。 200多万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啊！我知道我会被抓去坐牢的，而且会坐很久的牢。我不想一辈子在牢里度过。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应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的。你有勇气回来自首，你总算像个男人。好，你现在告诉我，你怎么把你欺诈的钱呢转进你国外的户口？还有你最后一次冒签是多少？数目是多少？我把骗来的钱分成4笔。一个人喝酒有什么意思？你要喝酒怎么不约我？你到底要气我气到什么时候？等一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大惊小怪，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交换性伴侣，你不觉得很刺激吗？无耻！ OK， 算我不对，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吧。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同，理念不同，我根本无法接受那种荒唐的行为。又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不过是为了寻开心而已，你干嘛那么认真？那你去寻点开心好了。我要的爱情不是这样的。我是真心的喜欢你。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双喜，请你放手，我们已经分手了，别再缠着我好不好？ 谁说要分手的？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钱，说分手就分手，没那么容易。Chris， 怎么可以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是要你管。如果让你爸看了这副德性，你说他会怎么想？我想你也不希望他知道这件事情吧？算你狠。 幸好遇见你了。他不是男朋友吗？怎么会这样子的？我们已经分手了，可是还是缠着我不放，真是烦死了。女孩子不要喝那么多酒，很容易吃亏的。我心烦啊！为什么碰来碰去就是碰不到一个好的男人呢？那为什么要分手啊？他是个变态啊！志阳，是你吗？ 喂，别闹了，先去冲凉吧。Who are you? Girl, let's not gonna bite. Let go Okay, don't be shy, okay? Come on. Let go of me! 志阳，有个黑人想强暴我，快报警啊！快报警！ Hey, what's up, man? Hey man, she ain't fun at all, dog. I'm so sorry she overreacted. Man, you can forget about it, man. 你们认识的？宝贝，吓着了吧？是不是很刺激，很好玩？无耻啊！你神经病啊！不玩就算了，装什么纯情？你给我滚！滚啊！滚啊！老天爷，你对我太不公平了！为什么碰到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以前的男朋友全部都想占我便宜，对我都不认真。我以为三对我是认真的，结果呢，还不是占了我的便宜，骗了我的钱，然后骗我为他坐牢。志阳家里虽然有一点钱，但是他整天都懂得吃喝玩乐，还有我陪他嗑药，陪他玩那些变态的性游戏。为什么一直碰到这样的男人呢？我看你醉了，来，我送你回去。不要啦，你陪我坐，陪我坐吗？陪我聊天啊！
只是想找个好男人。好男人真的这么难找吗？啊？我不需要他太帅，不需要他太有钱啊。我只是想跟他过幸福、简单、平凡的日子。那也很难，很难吗？老天爷，那么小小的希望，你为什么不肯给我？我对每一段感情都付出了180%真心的，我是真心的。那些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臭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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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不要那么激动，不是所有男人呢都是坏男人的，总有一天呢，你一定会遇到一个真心爱你、懂得珍惜你的好男人。好男人，你说你自己啊？我不算了。你是世界上唯一最好的男人了。这么夸张？只可惜你喜欢是我姐姐。如果啊，你是我男朋友，那该多好。那万一有一天我姐姐不要你了，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好不好？时间的魔法师勾勒出爱最初的样子，我才发现你一直就坐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铃铛轻轨响起，那模糊变得更加肯定。爱天涯海角都不会走失，从一开始就在心里写下。